因为给儿子交往3个月的女朋友发了5万块的红包，被他女朋友奚落穷酸。后来我花了300万给女儿买了一套房，他女朋友大吵大闹，给赔钱货买房干什么？将来便宜了她老公，你赶紧给我也买一套，不然我就和你儿子分手，让他没有女朋友。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孙妙静来的时候，我正在做着美甲，儿子陈浩宇将她领进门，笑着介绍：“这是我女朋友静静，我们交往3个月了。”交往3个月就带回来见家长，也太不靠谱了吧！我心中虽然这么想，但还是招呼孙妙静快坐。寒暄了2句，孙妙静便说：“阿姨，我这是第1次来你家，你有没有给我准备些什么呀？”我看了看孙妙静和陈浩宇，他们2个两手空空就来了，虽有不爽，但面前的毕竟是个小丫头，我也不好对她，就拿起手机给她转了5万块钱。孙妙静很快地收了转账，就在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她又开枪了：“阿姨，别人家婆婆见了儿媳妇，可都是万里挑一，你知道什么是万里挑一吗？就是给10万一呀。万里挑一不是1万1吗？怎么变成10万1了？再说了，你跟我儿子才交往3个月，我凭什么上来给你10万多？有这个钱，我给自己孩子花不好吗？”我刚要发作，陈浩宇就来打圆场：“妈，你别生气，静静开玩笑呢，她这个人最爱开玩笑了，你说是不是呀？”说完，陈浩宇拽了拽孙妙静的袖子，孙妙静不情不愿地哼哼了2声，然后站起身向我的卧室走了去。等他再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3条金项链。孙静茹拿着金项链在我面前晃了2下，这个我看上了，你给我吧。然后直接把项链塞进了包里。我目瞪口呆，陈浩宇在旁坚持不懈地打圆场。打发走孙妙静后，我沉着脸对陈浩宇说：“儿啊，你也22了，处个对象妈支持，但是你总要找个差不多的吧？你看看他那贪得无厌的样子，张嘴闭嘴就是钱。”陈浩宇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水果，一边漫不经心地附和：“妈，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心里有数，他那个人就是这样，不过没什么坏心思，你放心吧。”我回头说说他，见陈浩宇如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继续做我的美甲去了。1个小时后，我刚做完美甲，屁股离开凳子还不足3秒，手机就叮的响了一声。我拿起一看，是孙妙静的好友申请通过后，孙妙静给我发了3个视频，我点开逐一观看，都是智斗恶婆婆的。我本来心里还憋着一口气，这下直接就笑了出来。好啊，没过门就想着扑我了。我将手机递给了陈浩宇，看看你女朋友。陈浩宇脸色变了变，但还是道：“妈，静静这个人外刚内柔，心思敏感，看咱们家这么有钱，怕你欺负她。你这么大岁数了，别跟她一般计较。”我甩给陈浩宇一句：“别让我看见她。”转身回了卧室。之后的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我那不争气的儿子陈浩宇给我来了一个炸裂性的消息：孙妙静怀孕了。听见消息的我脑子嗡的一声，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决定请孙妙静到家里坐坐，商量结婚的事情。陈浩宇对我说，孙妙静是单亲家庭，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拉扯他和弟弟长大，现在瘫痪在床，不方便过来，因此这天和上次一样，还是陈浩宇带着孙妙静过来的。他依旧两手空空。我礼貌地将孙妙静迎进了房间。饭桌上，
孙妙静说：“彩礼99万9，一分不能少。99万9，这数字倒是吉利呀，但我觉得这小姑娘好像不值这个价。要不是她肚子里怀着陈浩宇的孩子，我根本不会再让她进这个家的门了。”我吃了口红烧肉，淡淡道：“那陪嫁呢？”孙妙静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对陈浩宇说：“你把红烧肉给我端下去。我最近看到肉就反胃。”可以确定的是，孙妙静这出是故意针对我。我这边好好吃着，他就要给端下去。陈浩宇乖巧照做，我气不打一处来。很快，更让人气愤的事情发生了。孙妙静把下巴一抬，得意洋洋地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最好的陪嫁。”我揉了揉太阳穴，往下压着怒火，对孙妙静说：“如果没有陪嫁，那我们家只能出88万的彩礼。”孙妙静见我砍价，将筷子撂下，冷笑一声：“这年头男多女少，男人能娶得上媳妇已经很不错了。99万9是最便宜的价格，市面上都是100多万。遇到我，你偷着乐去吧。”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从包里掏出一张卡，甩在孙妙静的脸上：“不好意思，我们家不会花99万9娶你这么个货色。我给你20万做营养费，请你打胎，消失在我和陈浩宇的世界里。谢谢。”孙妙静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猛地站了起，怒吼道：“你什么意思？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奶奶？你要杀死自己的亲孙子，我也不甘示弱。孩子没出生就不算人。我已经答应给88万8的彩礼了，可你不同意，我只能给你 B 选项了，要么选88万8，要么选20万。”孙妙静夺门而去。下午女儿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英国回来了。女儿比陈浩宇大2岁，名叫陈凌云。她于1年前订婚，如果完成学业回国，准备结婚。我想我该给女儿准备的，也该准备了。我和陈凌云看好了一套300万的房子，全款买了下来，作为她的婚前财产，避免将来有一天和老公吵架无处可去。我刚要签字，陈浩宇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妈，你和姐在哪呀？我进不去家门了，我和你姐看房子呢，你先去邻居家坐会儿吧。”话音刚落，一道尖利的女声传入耳中：“什么？买房子？为什么没人通知我呀？”不用问，就知道是孙妙静。我不想听孙妙静唠唠叨叨，直接挂掉了电话。半个小时后，我和陈凌云回到了家，看见陈浩宇和孙妙静站在门口。“阿姨。”孙妙静迎了上来，从我手中接过水果。“我听说你买房子了。”我嗯了声，把房门打开，让他们进屋。孙妙静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笑盈盈的：“阿姨，既然你给姐姐都买房子了，那给我也买一套呗。我要求不高，500万的就行。”我一口水险些喷出来：“什么锅配什么样的盖？你看看，你配500万吗？”其实我在陈浩宇18岁的时候，就给他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孙妙静和陈浩宇2个人住进去，正正好好，要什么500万呢？浩宇有房子，你和浩宇住一起就行。孙妙静不依不饶：“阿姨，那房子已经4年了，我不喜欢，我要新房子。为什么你给姐姐买了房子，不给我买呢？刻薄儿媳可不是好婆婆哦。4年的房子怎么了？看不上你自己买个新的呗，跑过来吸我的血干什么？”孙妙静，你还不是我的儿媳，要房子找你妈要去，别赖着我。孙妙静一下跳了起来，破防大骂：“给赔钱货买房干什么？将来便宜了她老公，你赶紧给我也买一套，不然我就和你儿子分手，让他没有女朋友。”啪！
孙妙静挨了一记耳光，不过打人的不是我，是我的女儿陈凌云。我掩面一笑，孙妙静，忘了告诉你了，我这女儿脾气不太好，你骂她，她可不惯着你。一直沉默寡言的陈凌云3步并2步走过去，抓住孙妙静的衣领子。你以为你是什么金疙瘩，人人都稀罕，没了你就不行了？我限你3秒内给我妈道歉，不然姑奶奶我打得你满地找牙。孙妙静被这一巴掌扇得发懵，等她缓过神来，连忙用求助的眼神看向陈浩宇。陈浩宇赶紧过来阻拦：妈，姐，你们都消消气，静静是因为孕期激素不稳定才变成这样的，平时她性格很好。孙妙静因为陈浩宇这一句，立刻直起了腰，把手一挥：是啊，我肚子里还怀着你们老陈家的骨肉呢，如果你们敢打我，我就到网络上曝光你们，让你们没办法出去见人。说着，他又挣脱开陈凌云，趾高气昂地说：你就是个赔钱货，要认清楚自己的地位，这个家有浩宇，你就只能排在后面，识相点就赶紧把房子改成浩宇的名字，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一个女人竟然骂另一个女人赔钱货，孙妙静可真是为了钱不择手段。陈浩宇听完了，也觉得耳朵里不太舒服。他们姐弟2个感情一直不错。静静，少说2句，让妈给你买房子可以，但是抢姐的房子干什么？孙妙静闻言皱了皱眉，扬声道：我难道说的不对吗？哪个聪明人家给女儿买房子？都是傻子才这么做。女人的家是婆家，而不是娘家，就应该学学我，问婆家要，吸娘家血算什么本事？我的心情好像吃了屎一样。孙妙静，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这个女人如果能进老陈家的门，算我无能。我明确表示，房子我是不会给你买的。如果孩子你打算生下来，我可以1个月给你1万块钱的生活费，其余不要再想了。孙妙静梗着脖子，唾沫横飞。1万块钱能干什么？这年头1万块钱还不够买个包呢。认识你们这一家子真是晦气，明明有钱，却不愿意给儿媳妇花。说完，他拉住陈浩宇的手，开始给他洗脑。浩宇，你看看这个家，除了我，还有谁向着你？妈妈不跟你一条心，姐姐争家产，自古以来好东西都是给男丁的，她一个女流凭什么跟你抢？陈浩宇被吵得脑袋疼，将手给抽了出来，皱眉道：静静，妈和姐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咱俩可以在一起，你也可以住进我的房子里，妈愿意给咱俩的孩子钱，但是姐的房子你不要想，那是妈给姐的东西。孙妙静脸色阴沉的像炭，她握紧拳头，怒不可遏。我的天哪，我第一次见你这么蠢的男人，我这是在为你争取啊，你却向着赔钱货，也太让我寒心了。我听完，胸膛涌起一股暖流。还好，陈浩宇虽然缺心眼，但是洗还能要。之后，孙妙静开始了撒泼打滚，被陈浩宇给推出了家门。陈浩宇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面色铁青地看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叹气道：都是因为你没有管住下半身，说了很多次了，要注意安全，你偏不听，这回被人粘上了吧？陈浩宇惭愧地低下头，半晌道：妈，事情已经这样了，就是不知道孩子怎么办。我冷冷一笑，看着桌上的饭菜，阿姨备好的饭菜也没了胃口，随他吧，他想生就生，不想生拉倒，我也没那么着急抱孙子，让那样的疯子沾上我们家，我只觉得恶心。
我原以为事情到这里已经结束，没想到孙妙静的恶毒远不止如此。这个女人在网上写起了小作文，我怀孕了，但是男朋友和婆婆不想负责，大姑子还打我，我真是寒心呐。有不明所以的人在底下评论，我求求你曝光那一家人，让姐妹们避个雷。女孩子不要未婚先孕，太被动了，把孩子打了吧。问那家人要营养费，心疼你姐妹，不婚不育保平安。孙妙静听了评论的话，将陈浩宇、我和陈凌云的个人信息都发布在了网上，这正合我意。我以侵犯他人名誉、诽谤为由，将孙妙静起诉。法院很快受理。孙妙静接到律师函，彻底慌了神，忙找到了我们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阿姨，姐姐，看在肚子里孩子的份上，就放过我这一次吧。”我看了看手机，孙妙静的主页还顶置着我的个人信息，她把我描述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扭曲事实。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孙妙静见我没有立刻原谅她，甚至都不愿意装一装，她从地上爬了起来，咬牙切齿：“如果你不接受我的道歉，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我吃官司，你臭名声。”我不想和他吵架，只说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院也会还我一个明白。孙妙静冷哼一声走了。法院的速度很快，1个月后，我的官司就打赢了。法院判处孙妙静有期徒刑2年，缓期1年执行，罚款3万元。虽然官司打赢了，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隐约有了不祥的预感。7个月后，我正在参加女儿陈凌云的婚礼，忽然一个破衣烂衫的女人闯了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孙妙静，她怀中抱着一个婴儿。我默默向后退了几步，希望缩小自己的存在，但我今天打扮的实在太显眼了，这么做只是徒劳。孙妙静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快速向我这边走了过来。我心中是绝望的。她从司仪手中抢过话筒，挤出2滴虚伪的泪水：“大家好，我是一个有罪之人，本不该来这里，但我也是没办法，我要去坐牢了。又联系不上孩子的爸爸，只能到这里找陈浩宇，你给我出来！”好家伙，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这是陈凌云的婚礼，大家都知道陈浩宇是谁，没办法，他只能尴尬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孙妙静看着陈浩宇，含情脉脉地说：“从前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我九死一生，为你生了一个孩子，我真心希望你能够原谅我。”陈浩宇没有说话，偌大的大堂里也没了动静。虽然陈浩宇不愿配合孙妙静的表演，但他却不觉得尴尬，因为婚礼现场有很多人可以当他的观众。孙妙静继续说：“浩宇，不管你愿不愿意原谅我，我都要说，我是爱你的，请你无论何时都要相信，我们2个是被你妈和你姐拆散的。现在我要走了，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啪的一声，孙妙静挨了一个啤酒瓶，当然是我的女儿陈凌云砸的。她已经忍了孙妙静很久了，你这个人还真是给脸不要。我们家哪里对不起你了，让你跑到我的婚礼上来诋毁？我告诉你，这个孩子我们是不会要的，别想道德绑架我们。孙妙静捂着流血的后脑勺，现在她只觉得头晕目眩。在一片混沌之间，孙妙静忽然笑了出来，她缓缓道：“姐姐，坦白来讲，我很嫉妒你。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自己淋过雨，就想把别人的伞给撕烂。”我想孙妙静便是这样的人了，她就跟无数重男轻女的女人一样，我都没享受到，你凭什么享受？她嫉妒陈凌云，又想成为陈凌云，
孙妙静服刑去了，我请了一个住家保姆，负责照顾孙妙静留下的婴儿。我曾经怀疑过孙妙静给陈浩宇戴绿帽子，毕竟她这样的女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因此，我让陈浩宇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还真是他的女儿。罢了，既然是亲生的，那就养着吧。谁让我不争气的儿子管不住下半身呢？我就这样喜当了奶奶。陈浩宇对我说，孙妙静在怀孕期间曾经分5次问她借了10万块钱，说是产检、生孩子的费用。虽然他本人没有到场，但钱是到位了，根本不是孙妙静口中的联系不上，真是个毒妇。孙妙静进去之后，世界都清静了，时间平静地过去了2个月，家中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是个看起来只有16、17的男孩。陈浩宇给我介绍，这个人就是孙妙静的弟弟孙林安。孙林安坐在沙发上，将5个手指头在我面前晃了晃。我妈死了，需要这些钱处理后事。我看着他的5个指头，问道：“5万？”孙林安皱了皱眉，这表情似曾相识。我从孙妙静的脸上也看见过。他缓缓吐出让我眼前一黑的3个字：50万。处理后事要50万。我老公去世，他那一套流程下来，我才花了15万。我摇了摇头，语气坚决：“不好意思，给不起。”孙林安嗓音顿时变得异常尖利：“我姐从鬼门关走一遭，给你们生了个孩子，现在孩子姥姥去世了，你们连50万都不愿意出，还算人吗？”这个强词夺理的样子，真的是像极了孙妙静。不愧是亲姐弟。我揉了揉太阳穴，斟酌片刻后说道：“孩子，你冷静一下，我们家愿意帮忙，但是50万是不可能的。看在孩子的面上，我只愿意出5万。”孙林安哼哼地冷笑起来：“亏我姐还说你们家有钱，有钱有什么用啊？只愿意出5万，真是谁也不如，因为你们家不配。”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前有孙妙静要99万9的彩礼，后有你要50万的钱处理后事，请你们俩记住，我不欠你们孙家的，谁欠你给我找谁去。然而我低估了孙林安厚颜无耻的程度，只看他眯了眯眼，突然质问站在旁边的陈浩宇：“你把小三葬哪了？”陈浩宇一双眼睛里满是迷茫：“你在说什么？我哪里有小三了？”孙林安竟然就此演了起来：“没有小三，你为什么跟我姐一个孕妇分手？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了，真是可怜我那好好的姐姐了。”说着竟然掉下泪来。我忽然觉得孙家姐弟可以去做演员，一来是演技精湛，二来是脸皮厚，扛得住骂。陈浩宇脸上浮现出不悦的神情，质问道：“说话要讲证据啊！你说我有小三，那小三在哪里？”孙林安将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我现在严重怀疑，小三就是你的妈妈。这么大的人了，还和妈妈住一块，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呢？”我不寒而栗，并不是因为我惧怕孙林安，而是没想到一个未成年的小孩能恶毒到如此程度。陈浩宇听孙林安这么说，终于是压不住火了，把一脚踹在孙林安肚子上，骂道：“我忍你很久了，别给脸不要，造黄谣算什么本事？有种1对1！”孙林安虽然倒在了地上，但依旧嘴硬：“陈浩宇，你就是个负心汉，在这儿装什么好人呢？”我默默给陈浩宇递去了棒球棍，2个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百密一疏。我忽略了茶几上的水果刀，等我注意到的时候，这把水果刀已经被孙林安插到了陈浩宇的大腿上。我惊呼一声，忙去查看陈浩宇的情况，而孙林安
早已借机逃走。我将陈浩宇送进了医院，又用了点手段，联系上了孙林安所在学校的校长，把录音交给了他。其实，在孙林安走进我家门的那一刻，我就打开了录音设备，以防万一。结果还真让我给赌对了。校长听完录音后大喜，他对我说：“孙林安在学校经常打架斗殴，这回正好数罪并罚，将他从学校里开除。孙林安是未成年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只赔了几百的医药费。我当然不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他。我将录音以匿名的形式公布到了网上，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孙林安在我的积极运作下，已然完成了社会性死亡。在孙妙静出狱前夕，我去探监了。不出意料的，他在里面混得不错。”孙妙静轻轻一笑：“我听说你毁了我弟弟。”我点了点头：“是啊，不过这个时候你还能笑得出来，让我挺意外的。”孙妙静淡淡地说：“那小子是个混蛋，像他那样的人就应该被毁。”我有些惊讶，微微挑了挑眉，没想到你还拎得挺轻的。这么说，你不怨我了？孙妙静摇了摇头，垂下来的两缕头发随着动作轻轻晃动。怎么可能？他是我弟弟，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摸了摸下巴，说道：“孙妙静，你这个人很矛盾。”孙妙静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来：“人都是矛盾的。老实说，作为儿媳妇，我恨你；但是如果你是我妈妈，我一定非常喜欢，因为你一视同仁，不像我妈妈，她恨不得把我的心掏给弟弟。”我沉默半晌后问道：“你是希望我同情你吗？”孙妙静眼神中没有生气：“你不会同情我，我也不需要同情。从小到大，我最讨厌那种眼神了。”他顿了顿，继续说：“我喜欢钱，特别喜欢，因为有了钱，就可以改变身边的环境，别人对我的态度也会变好。你大概猜到了，我并不喜欢浩宇，爱一个人就会为他着想。”但孙妙静一直以来的举动，完全不考虑陈浩宇的感受。当然，你爱的只是他的钱。提起陈浩宇，孙妙静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笑来。不过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不错的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他很照顾我。后来，我甚至有些嫉妒他，我想毁了他。我转了转手上的戒指，所以有了婚礼现场那一出。孙妙静回答：“是的，如果我不被抓进来，我会接着报复他。你很可怜，同样也很可恨。”我话锋一转：“这次我来看你，是要告诉你，我和浩宇以及孙女下午就要出国了。浩宇要结婚了，对方是个很善良的姑娘，我相信她会是个好继母。”孙妙静的神情变得落寞。我相信我出去后也会有新的人生。我嗯了声，走出监狱。陈浩宇正抱着孩子在门口等我。我看着他说：“你就不去看看吗？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哦。”陈浩宇一边往车上走，一边说：“我跟他没什么可聊的，未来我也不希望他和我的女儿有任何接触。如果不想，那你为什么会站在门口张望呢？”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惠及必伤，情深不寿。7年后，温哥华，孙女拿着手机向我走了过来，她指着一片报道上的女人说：“奶奶，这个人跟我有点像。”我接过手机一看，那女人正是孙妙静。我眯了眯眼，开始翻报道上的文字。孙妙静曾因诽谤罪入狱，出狱后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表示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3年前中彩票1000万，今患上癌症，放弃治疗，已签署协议，在自己100年之后，将剩下的钱捐给山区的儿童。时间：2046年3月25号
我看完后叹息一声。孙女见状问道：“奶奶，我们长得这么像，他是不是我们家的亲戚呀？”“不是。”陈浩宇从屏风后面绕了出来，他摸了摸自己女儿的头。“那个女人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孙女点了点头。“出去玩了。”我放下织毛衣的手，看着陈浩宇说：“不让孩子见他妈妈一面吗？”陈浩宇喝了口水，那背的手微微颤抖。“那样的女人没什么可见的。”我垂眸。陈浩宇忽然道：“妈，我好像从没有听你提起过我爸。”我缓缓露出一个笑。“你想让我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在陈浩宇的童年里，根本没有爸爸这个人，因为很简单，我在陈浩宇出生前就和他父亲决裂了。我挺着大肚子一走了之，直到多年后陈浩宇的爸爸去世，我才去处理他的后事。至于决裂的原因，那是我不愿提起的往事，只能说曾经的我并不怎么样。陈浩宇看着我脸上诡异的神情，最终摇了摇头：“你不要说了，有些事情知道太多，反而对自己不好。”待陈浩宇离开后，我手机接到了一条短信，是孙妙静发来的：“阿姨，我要死了，但这么多年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爸那个在逃杀人犯的相册里会有你们两个年轻时候的合影呢？”我没有回他的消息，过去的终究过去了，我现在的生活很好，我并不打算去打破这份平静。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